5月6号呢，日本自卫队呢进驻菲律宾北伊罗格省帕瓦伊地区，现场呢发射2枚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导弹呢精准命中75公里外菲律宾海军特异军舰奎松号，并将其击沉。这是2战结束之后啊，日本首次在境外实施进攻型导弹实弹发射。那么当下呢，距离歼灭歼2026联合军演落幕只剩2天。日本呢偏偏选在这个关键节点做出此举，背后到底有什么图谋？大家好，我是谢飞啊，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那么事实上呀，日本在本届的美菲联合军演当中的这个身份和角色发生转变，早已经是有迹可循了。从2012年开始啊，日本的连续多年以这种观察员身份参与到美菲肩并肩的军演，常年呢只做旁观。但是今年情况截然不同，日本呢首次以这个正式参演方的这个身份加入演习，出动约1400名的作战人员，同时派出伊势号直升机的护卫舰、雷号的驱逐舰参演，搭配 C-130运输机呢开展空中的这个投送演练。那么它的这个参演阵容啊规模不小，其中呢最受外界关注的当属日本将这个整套的88式的岸基的反舰导弹系统成建制部署到了菲律宾的境内。那么这款88式的岸基反舰导弹的这个来头并不复杂呀，由三菱重工在上世纪的82年代参照美国的鱼叉式的这个反舰导弹研发打造。1988年正式列装部队，至今呢已经有近40年的时间了。该导弹最大射程呢约180公里，那飞行速度是0.9马赫，属于呢这个高亚音速的装备。那么弹头的战斗部呢重量达到了270公里。那么以当下的这个军事标准来看呢，这款导弹的整体性能已经是明显落后啊。目前呢，在这个日本自卫队内部，基本上只是用作日常的训练，属于即将退役的老旧装备。有军事评论员就分析认为说，日本呢刻意选用这款老式导弹，而非更先进的12式、25式的导弹，那么是经过刻意权衡的安排。一方面呢，要实现这个进攻型导弹境外首射的关键性的突破；另一方面又刻意控制事件的这个敏感度避免呢一开始就把局势推向激化。我们要知道，这个25式的导弹射程呢接近1000公里，还具备对地打击能力，早已经超出了这个普通的反舰武器的范畴，属于战略打击装备。一旦呢投入使用，这个事件的性质会彻底改变。那么即便使用的是这个老旧装备，当然日本呢迈出境外实弹发射这一步，实际的战略意义已经是十分重大。去年呀，日菲两国签署的这个互惠准入协定，允许双方军队呢进入到对方的领土开展部署和联合的训练。今年1月，双方呢又签署了一个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为日本的自卫队在菲律宾开展活动搭建起完整的这个后勤保障的体系。再加上本月初日本内阁呢正式批准进一步的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修订之后的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明确，杀伤性武器出口无需再经过国会的事前审批，仅由日本首相官方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这4个人商议即可敲定。那政策修订铺路，双边的这个协定衔接，实弹演习落地，3步举措环环相扣。那我国的外交部呢此前做出的相关的判断并非没有依据，日本的这个安保政策呢正朝着进攻性扩张性方向加速转型。那么就在导弹发射的当天菲律宾的国防部长与日本的防卫大臣均到场这个现场观摩，菲方呢还专门安排视频连线全程记录。而在发射的前一天日菲两国的防长就在马尼拉发布联合声明，无端炒作所谓的中方海洋活动，刻意的渲染相关活动的规模和频次增加，还对此表达了所谓的严重关切。这一番刻意的表态，紧接着配合次日的导弹实弹射击，那背后针对意图一目了然。那中方的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回应。事发当天呢，我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明确表态，日本历史上曾对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实施侵略与殖民统治背负着这个沉重的历史罪责。那么2026年呢是东京审判82周年
就在这个特殊的年头，当年的侵略者非但没有反省，反而呢打着所谓的安全合作的旗号，向这个海外派兵发射导弹。右翼势力呢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不断突破专守防卫的底线。那为此呢，中国海军在这个周边海域的常态化的训练同步展开，释放出的这个战略信号已经可以说是非常明确了。那么我们回过头看日方的这一套的操作，这个逻辑并不复杂，绑定盟友借机松绑，通过参加美菲军演拿到这个正式成员的身份，再借演习的名义完成境外实弹射击的突破。你看，一步步的就把这个专守防卫的篱笆就给拆掉了。日本的算盘是只要紧跟美国的步调，在南海方向呢，刷出存在感，就能在这个安全领域争取到更大的活动空间。那他的这一套计谋，他的这套如意的算盘能否得逞呢？需要各位提高警惕，做好准备了。好了。